最近，中共内部传出一连串令人震惊的信号，全军政治学习突然转向，毛泽东思想重登主舞台，保持红色江山永不变的口号再次在高层场合被喊出。同一时间，日经亚洲爆出，习近平正面临党内高层的制度性反弹，连他亲自设立的决策机构也被要求精简瘦身。是习近平在主导一场左转路线的重启，还是党内各派正在借机对其集权体系展开修正？而早前时评人蔡慎坤爆出的中共四中全会6大议题，也为这场风暴提供了线索。从3中语、总结改革开放到同步解决4大民生难题，指向的或许是一场体制内的路线重构。今天我们从这场军中学习、政协动向与高层角力中抽丝剥茧，带你看清这场红色风暴的真正风向。大家好，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王真。独立时评人蔡慎坤最新披露，中共全军的政治学习出现了重大明显转向，竟然又开始大张旗鼓地重提毛泽东思想，并强调保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这与他此前独家爆料的四中全会6大议题高度吻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就是首次提出3忠于，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以及忠于毛泽东思想。其他还包括要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教训，不再搞先富带后富，要同步解决住房、医疗、教育、养老4大难题，要完善和创新社会主义制度等，让不少分析人士惊呼，中共正在向左转狂奔。蔡慎坤表示，这些议题来源不明。时评人唐金元认为，这可能是毛左在放风，而时评人张天亮则倾向于这是习近平在主动推动自己的议程，并且这恰恰显示他权力仍然稳固。究竟是谁在左右这艘巨轮的方向？就在大家对左转趋势议论纷纷之际，中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似乎也正扮演着煽风点火的角色。7月15号，中共全国政协召开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专题协商会，会上再次高调强调乔峰经验。听到这个词，许多人可能并不陌生，它最早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浙江诸暨枫桥，核心就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听起来很美好，但它的实质却令人不寒而栗。这是一种群众斗群众、群众害群众的模式，直接抛开法治和人权，强调用10个好人包抄1个坏人。1963年，毛泽东亲自批示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结果呢，他在之后的政治运动中被发扬光大，导致大量无辜者受迫害身亡。这种模式的本质是将国家的执法权力下放给基层群众，让群众内部裁决处理纠纷，以斗争代替发展，将底层矛盾扩大化、政治化，从而转移对高层的威胁，确保政权安全。如今，王沪宁在协商会上声称，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并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更是明确表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甚至连中共政协报都引用委员建议，要运用科技加群众路线的方式夯实基层基础。这一切都指向一个令人担忧的未来。在科技的加持下，新时代枫桥经验会不会比以前更可怕？这背后究竟是谁在推动，又想达到什么目的？当前这些左转信号让张天亮联想到2021年那场声势浩大的深刻变革论调。当时中共喉舌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等数十家央媒和地方媒体竟然史无前例地集中转发了一篇来自自媒体李光满冰点时评的文章，题目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这篇文章赤裸裸地宣称，中国从经济、金融、文化到政治领域都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强调要从资本为中心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甚至声称资本市场不再成为资本家一夜暴富的天堂，文化市场不再成为娘炮明星的天堂，新闻舆论不再成为崇拜西方文化的阵地。红色回归、英雄回归、血性回归。张天亮直言，这篇文章即使不能比作开启文革的516通知，
也大约相当于姚文元的凭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释放的是强烈的重返文革信号。官媒集体转发自媒体文章，这摆明了是当局在放风试水。虽然当时激起了强烈反弹，甚至连左派代表人物胡锡进都公开站出来反对，迫使习近平在压力下有所后撤，不再大力宣传。但是仅仅2个月后，中共19届六中全会上，中共就通过了关于党的100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份决议用大量篇幅吹捧习近平，并含蓄批评了从邓小平到胡锦涛时代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的问题。这一切都成为习近平争取中共20大连任的理论基础。张天亮指出，现在这份中共4中全会6大议题，几乎可以肯定是习近平又在搞事了。他很可能是在为中共21大连任做准备，通过4中全会的这些议题来放风，测试各方对他这条路线的支持度。不过，如今的习近平恐怕已经今非昔比。日经亚洲资深社论撰稿人中泽科二的文章援引接近中南海的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党内的高级干部已经开始讨论习近平长期来的极度集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讨论的焦点正是那些以习近平名义设立和主导的党内机构越权膨胀的问题。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审议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这看似是制度建设，实则意味着党内治理体系正在面临深层调整，其政治影响超出了表面所能看到的。文章还举例说明，7月7号，浙江省委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精神。会议对工作条例作出了补充解释。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要精简瘦身，这意味着什么？习近平上台后强调党领导一切，党务机构深入干预政策制定细节，导致国务院的政策主导权迅速下滑。但现在报道明确指出，中央领导集体似乎正在掉头而行，阻止中共中央机关继续越权膨胀。更令人意外的是，尽管习近平手握大权，但政治局成员在会议上竟然严肃表达了对国家治理的担忧，并且推动纠偏。在场成员甚至一致同意对一部分臃肿机构修正航向。文章进一步指出，围绕着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部署，势必会波及领导层的人事安排。7月1号政治局会议的第2天，中央就突然宣布马兴瑞不再担任新疆书记，接任者是统战部副部长陈小江。文章表示，陈小江的上任意味着习近平习惯性亲信主政的做法正在被打破。预计从今年夏天开始，中共政治局层级可能会出现较大规模的人事变动，因为年底之前要开中共4中全会，而中央层面的机构调整及其衍生的人事调整将会成为4中全会的焦点。资深媒体人王健对此解读道，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会议审议该条例后的第2天，便召开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这恰恰显示他对该条例非常不满。尽管不满意，但该条例仍然被提出，这表明习近平受到了巨大的制约。王健还指出，习近平从7月份开始活跃起来，这很可能因为他和另外6个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必须护盘，防止自己的基本盘崩溃，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中共4中全会开砸了。一方面是蔡胜坤爆料的重回毛时代信号，一方面是习近平权力受限的传闻，这2股看似矛盾的势力，究竟会将中国推向何方？是习近平顶住压力，继续推动他的左转议程，将中国带回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还是党内高层的反弹，会让他有所收敛，甚至影响他对中共21大连任的布局？这场围绕着权力、路线和意识形态的激烈博弈，无疑将深刻影响每一个中国人乃至世界的未来。我们将持续关注中共政局的最新发展，为您带来最及时、最深入的分析。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